女人要是耍起流氓能有多可怕？她一瓶子将男人拍晕，然后将其绑在凳子上，低头看了眼泛黄的指甲盖，很难想象这30年的单身生活她是怎么过来的。于是她给男人吃下不明小药丸，一开始男人还以为是止疼药，可几分钟后他就开始浑身发热。与此同时，女人撩起上衣解开裤腰带，这个女禽兽到底要干嘛？她叫翠花，是一个加油站的售货员。单身30年的她非常希望得到男人关注，但同时小美就好像天上的太阳，火辣的身材与平庸的翠花相比，立即让她黯淡无光。翠花试图讨好每一位顾客，但这些人的目光无疑都在小美身上，就连这位领退休金的秃顶小伙还为小美送上秋天的鞋垫。小美拿过鞋垫直接扔了回去，小伙一脸尴尬，只能无奈的离开。没想到翠花就连小伙也不放过，她追了出去，说自己也缺双鞋垫，可小伙两动不了她，直接转身走了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就在这时，片头的倒霉帅哥走进超市，翠花瞬间来了精神，也跟了进去。没想到小帅来这里竟然是为了抢劫，他让小美把保险柜和收银机里的钱装到背包里，但小美却说有本事你自己去拿。小帅一脸尴尬，翠花见状立刻启动讨好人格，接过背包屁颠屁颠的去帮劫匪装钱。就在这时，有几名顾客来买东西，小美灵机一动，在纸条上写下求助信息，没想到却被装钱回来的翠花一把抢走。随后她向劫匪提出一个脑洞极大的要求，钱可以给你，但你必须带我一起走。劫匪有点懵，来的时候是单枪匹马，走的时候却成了团伙作案。小帅害怕夜长梦多，一把抢过背包就要离开超市，然而暴脾气的小美却玩起了花样作死，她嘲讽小帅就是一个孬种，根本不配做男人。小帅似乎被戳中痛点，听着小美喋喋不休的侮辱，他直接冲了过去，一把拽走小美，准备向她证明自己是不是男人。他还让翠花去关闭大门，别让人进来。翠花的讨好型人格再次启动，乖乖照做。回来之后就听到仓库里小美的嘶吼声，直到这时她才彻底死心，不论自己怎么做都得不到别人关注，宁愿霸王硬上弓，也不要自己的投怀送抱。翠花逐渐黑化，她拿起滚烫的咖啡壶，走进仓库后直接倒在劫匪的脸上。一脸懵逼的小帅手一抖，竟然把小美给打死了。翠花没有迟疑，拿起灭火器把小帅拍晕。劫匪被女人制服，脸上的烫伤逐渐疼痛男人，他恳求翠花给自己拿点止疼药，然而翠花找了一圈，却给他拿了另一种药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小帅非但没感觉疼痛消失，反而感觉浑身燥热。原来翠花给他的不是止疼药，而是春药。看到药效发作，翠花用胶布蒙住小帅双眼，准备来点不让播的。小帅也预感到翠花要干嘛，为了清白，他胡乱挣扎，给自己撞晕。回到店里，翠花彻底崩溃，但没想到小帅在药力的加持下，竟然不惜自残，也不愿从了自己。一股绝望涌上心头，于是便举枪准备自杀。就在这时，店里突然来了一个人，他就是同事小美的男友。他给小美打了一晚上电话也没人接，所以来店里找他。翠花谎称看到小美跟别的男人去开房了。小美跟男友本来就有误会，男人一听顿时火冒三丈，准备去捉奸在床。忽悠走男人，店里又来了一群飞车党，他们要找来店里抢劫的小帅。翠花谎称根本没这个人，想让他们离开，甚至拿出小帅的枪与一群大汉对峙。光天化日下，飞车党也不敢乱来，只能灰溜溜的离开加油站。刚赶走2波麻烦，警察又来到便利店。他看到一群飞车党聚集在加油站，以为是来闹事的。翠花谎称店里很正常，啥事没有，但翠花慌乱的表情让警察以为他是被胁迫的，于是来到仓库准备检查。眼看里面的尸体就要暴露，翠花颤巍巍的举起枪，如果警察发现尸体，他就只能开枪。然而警察找了一圈，竟然没有任何发现。翠花也有点懵。当警察走后，他来到仓库，发现里面的小帅和小美的尸体确实不见了。经历了这些，小美彻底崩溃，她拿起油桶准备了结这无人关注的一生。女人在加油站里到处撒油，一不小心把手枪掉在地上，也沾满了汽油。随后她带上钱准备烧掉案发现场。就在这时，超市突然断电，由于断电，大门启动防盗系统完全锁死。这时被翠花折磨体无完肤的小帅出现了，他从没想过能被一个女人霸王硬上弓。他准备干掉翠花解恨，但翠花说他在地上倒满了汽油，如果开枪那就是同归于尽。看着眼前的疯婆子，小帅收起恨意，从后门逃走。翠花也想从后门逃走，却发现大门被小帅用杂物给堵死了。就在这时，小美的男友又回来了，他还跟逃出去的小帅对峙。小帅告诉男人，里面的翠花就是个疯婆子，他打死小美还要烧掉加油站。小美男友转头跟翠花对峙，结果小帅从背后偷袭，用绳子活活勒死她。随后他凶狠地看向翠花，准备把这疯婆子一起弄死。翠花赶紧拿出手机报警。与此同时，小帅开车直接撞碎大门，他拿起货架上的枪准备干掉翠花，可他刚扣动扳机，竟然点燃了汽油，起火的手枪将整个超市点燃，小帅被活活烧死。小美拿起灭火器，一路边退边灭火，逃出超市。不过翠花的烧伤也很严重。就在这时，之前的警察来了，他似乎非常关心翠花，这让翠花感觉到自己也不是无人关注，起码这个天天来店里买东西的警察对自己很上心。电影到此结束，无人关注的翠花因寂寞而黑化，哪怕用春药也无法让小帅对她臣服，但一直默默关注她的警官却对她嘘寒问暖。也许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默默关注你的警官，此时此刻你发现了吗？